中国这是怎么了？新华社高调宣称，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已突破1200万，甚至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1500万。官方媒体吹得天花乱坠，还在两会上捧出一个养牛4000头致富的大学生典型赵昭，仿佛返乡创业就是年轻人的救命稻草。可这背后真相却让人毛骨悚然。网友一针见血，我找不到工作被迫回家。他说我是返乡创业人员，1300万人找不到工作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创业热潮，还是失业危机被包装成了田园梦？让我们撕开这层遮羞布，看看中国年轻人正在面临的绝境。根据新华社的报道，中国目前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已超过1200万，大多是青年大学生和城市白领。官方还引用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的话，要用乡村广阔天地的发展机遇吸引人，用田园宜居的环境留住人，解决好职业发展、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，让年轻人在农村扎根发展。这话听起来多美好，仿佛农村就是一片未开发的黄金宝地，等着年轻人去开垦致富。可现实呢？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宣传里，返乡创业的案例五花八门，有人养鸵鸟年入百万，有人种黄瓜买了车，有人卖腊肠盖了楼，还有人养菌子成了孤王。这些故事看着励志，可网友却不吃这套。抖音上，一位陕西网友讽刺道：“我七哥正月16南下务工，3月初提着铺盖又回来了，原来是返乡创业。”江苏网友则调侃：“已经创业了，养了2头牛、5只鸡。”更有广东网友一语道破：“我在街上无所事事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考察项目。”这1200万返乡创业者里，到底有多少是真心创业，又有多少是被逼无奈的失业者？根据央视的最新报道，这一数字预计到2025年将突破1500万。乍一看像是经济繁荣的信号，可细想却让人不寒而栗。这1500万不会是1500万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吧？两会上，河南人大代表赵昭被捧成了返乡创业的标杆。官方宣称，他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，流转225亩土地，养了4000头肉牛，实现了种养结合，年收入轻松过亿。可这光鲜的故事真经得起推敲吗？一位农村养殖户在抖音上直接开怼，现在牛肉价格暴跌，我们村3年前买3头牛花了3.5万，现在卖10头牛才3.2万，3年白干还赔钱，更别提人工和饲料成本了。你养4000头牛怎么赚的钱？能不能把秘诀公开，让全国养殖户跟你一起发财？这质疑不是空穴来风。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牛肉价格同比下跌了15%至20%，养殖利润被挤压的几乎为零。4000头牛的规模，意味着每天光饲料成本就得几十万。赵昭凭什么逆势赚钱？再挖深一点，赵昭的南阳雅民农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，但他并非大股东。大股东张华持股超64%，还是公司董事和总经理，而赵昭仅占21%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另一股东是河南省返乡创业股权投资基金，持股14.28%。网友爆料，赵昭的4000头牛其实是与农户合作的结果，最早他只养了50头，17年后才发展到如今规模。有网友直截了当地指出，官方把赵昭捧成典型，就是想立个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招牌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赵昭的致富神话到底是真本事，还是官方造神下的产物？而那些没背景、没资金的普通年轻人，回乡养牛能有几分胜算？返乡创业的热闹宣传背后，是中国年轻人触目惊心的失业危机。国家统计局2025年3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月份全国城镇16至24岁劳动力
不含在校生失业率高达 16.9%， 比1月上升 0.8个百分点，连续2个月攀升。25至29岁群体失业率也达到 7.3%， 创15个月新高。可这还只是官方美化后的数字。有教授发文指出，中国高校毕业生失业人数可能接近3000万，就业率远低于官方宣称的 56%， 实际平均可能不到 30%。他提到，与高校教师交流发现，有些学校就业率低至 20%。而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标准更是令人啧舌，每周工作1小时就算就业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是15小时，法国是20小时。这种宽松定义掩盖了多少年轻人的真实困境。更扎心的是，农村人口压根不在统计局的就业数据里。而2025年，中国预计将有1222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。专家分析，官方鼓励返乡创业，其实是把城市失业人口往农村赶。本来5人种1亩田就够，现在硬塞10个人去，美其名曰人人有工作，实际就是把失业率化妆成创业率。有网友一语道破历史轮回，以前知青上山下乡，后来农民进城务工，现在又逼年轻人回农村，天道好轮回。抖音上一条宣传返乡创业的视频获 1.6 万点赞，6500条评论，却全是冷嘲热讽，我失业回家啃老。他说，我在振兴乡村创业，我连买牛的钱都没有。官方口口声声说农村是广阔天地，可现实却残酷的让人窒息。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.3 万元，而城市居民高达 5.4 万元，城乡差距高达 2.3 倍。年轻人回乡创业，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、市场狭窄、资金短缺的3座大山。以养殖为例，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统计，2024年全国生猪养殖平均利润率跌至负 5%， 牛羊养殖更因价格低迷普遍亏损。返乡种菜，农村电商看似风光，可根据阿里研究院数据，2023年全国农村电商交易额虽达 2.2 万亿元，但 80% 的利润集中在头部商家，中小卖家大多入不敷出。网友乡村小明的经历令人唏嘘，我回乡种了10亩黄瓜，第1年赚了5万，第2年市场饱和赔了8万，现在欠债10万回城打零工，更别提就业配套了。农村医疗、教育、社保远不如城市，年轻人回乡创业，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找不到，生病了怎么办？孩子上学怎么办？据国家卫健委数据，2023年全国农村每1000人医生数仅为 1.8， 城市却是 4.2。 返乡创业真能留得下，发展好吗？如果说1200万返乡创业者里有一半是被迫回乡，那至少600万人是失业大军。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摩根士丹利2024年报告预测，中国经济放缓将导致2025年新增失业人口超800万，其中青年占 60% 以上。若加上隐性失业，如躺平族、啃老族，总数可能轻松突破2000万。中国社科院一份内部报告曾估算，2023年全国16至24岁青年中，有近1000万既不就业也不求学，占比超 30%。这群人被戏称为专业子女，靠父母养老金过活。农村的情况更惨。半月谈杂志报道，4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中有 40% 依赖父母，土地早已不够分，返乡不过是回村等死。网友山村野夫感慨，1300万返乡创业，不过是把城市里的失业潮赶到农村，换个名字罢了。农村哪有那么多机会？年轻人回去了，也就是多个人吃饭，多双筷子罢了。川普上台后，中美贸易战升级，
，800美元免税政策取消，跨境电商巨头拼多多、Temu 股价暴跌超10%。城市白领丢了饭碗，农村又容不下这么多人，年轻人怎么办？城市里的铁饭碗公务员考试，2025年报名人数创纪录150万，却只招3.7万，录取率低至2.5%。回乡创业，没钱没路子的年轻人连50头牛都养不起，更别说4000头。这波事业寒冬已经不是个人努力能扛过去的了。网友在抖音哭诉，大学读了4年，毕业2年没找到工作，回村种地还赔了钱，现在靠送外卖活命，连女朋友都跑了。这样绝望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中国返乡创业1200万，甚至1500万，真相是什么？不是致富神话，而是失业危机的遮羞布。官方用创业粉饰太平，可数据和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揭露，年轻人正被逼入绝境。城市没工作，农村没出路，1300万不过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失业潮还在后面。你说这1300万到底是创业还是绝望的回乡？